视频内容出什么，这是一个问题，一个很严重的问题。在我冥思苦想了几个日夜之后，我发现暑假到了。再加上最近有刷到一批撸啊撸的主播入坑原神，其中甚至有管大小。OK， 我操！我不得不怀疑这是一次宣传，所以我大胆猜测，肯定会有很多的扪心玩家选择在这个时间段入坑原神。那么既然如此，是时候做一期扪心向的视频了，那些我们扪心时期踩过的坑。本期主题还是以提高扪心的游戏体验为主，少走不该走的弯路。至于该走的弯路，我觉得它也是游戏体验的一部分，所以这里我只讲我现在回想起来会比较后悔的那些操作。第一点就是原石该怎么花，该不该用原石去抽普池。普池也就是飞 up 池，也叫常驻池，就是这个万年不变的池子。关于这点，很多人会给出建议说，在普池捞个保底就好，然后根据抽到的角色或武器进行规划。巧了，我就是普池捞了个保底，然后去 up 池又捞了个保底，结果两个保底都是秦的玩家。这就是为什么我的第一个5星和第二个5星都是秦，导致我长达半年没有问题。现在想想就后悔。现在已经是 2.7 版本了，这个建议我觉得只适用于开服的那段时间，所以我的建议是千万不要用原石去抽普池，只用白嫖的篮球抽就好。即便快要保底了，也不要用原石去补，一定要忍住，白嫖的篮球来源还是不少的。而且普池的55上将放到现在来看的话，多少是有点乏力的意思。秦和莫娜作为辅助来说还好一些，如果真的很想要某个常驻5星角色的话，我说实话不如靠歪啊！不会真的有人抽卡不会歪吧？不会吧？更别说普池的武器天空系列堪称痛苦系列，以及大名鼎鼎的18卷册纸、风鹰侠等广为流传的梗，所以别用原石抽普池，白嫖的篮球足矣。除了抽卡以外，原石还有另一个作用，就是换体力。关于这点，很多人的建议都是换，他们说的也很有道理，确实每天换一次是不亏的，但这个我只能说是因人而异了。对于世界等级很低的扪心来说，很多的资源奖励都是比较少的，因为资源奖励是和世界等级挂钩的，所以原始买体力还是奢侈了点。等到45级之后升了世界等级，开始狂刷圣遗物的时候，再考虑买不买体力吧。我自己的话是没有买过体力的，而且我现在也不缺资源，角色配对什么的也都没有问题，所以并没有这个需求。说到底还是看个人，没必要强求。这里顺便也说一说卡世界等级这件事吧，我个人觉得是比较蠢的一件事，因为我确实理解不了，我觉得是完全没有必要的，除非你真的是一个超级休闲玩家，只是单纯的逛逛地图看看风景的那种，那我觉得那就卡着吧，没啥问题。除此之外，不论从哪个角度来说，资源获取也好，角色培养也好，游戏内容也好，我觉得得升吧，不升永远打不过啊，要卡你就永远卡着，要不然就升。第二点就是关于武器的问题，我现在最后悔的一件事，大概就是把敌舰拉到了80级，现在只能当个摆设，毫无用处，效果过于鸡肋哦。还有刘月珍，前期如果要升武器，我建议一定要找有抽能副词条的武器，又或者是武器效果可以回能的武器。抽能这东西越玩到游戏后期，你会觉得它越重要。例如西风系列和基底系列，我们是可以无脑升的。还有技型奖励的武器，我们也可以升，但一般来说，技型武器我们只要换枪和大剑，这2把武器的效果和面板都还不错，其他3种类型的武器就按需兑换吧。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，3星武器千万不要随随便便就当成狗粮给献祭了。很多3星武器的效果是非常特殊、非常变态的，甚至可以说是比绝大多数的4星要强，比小部分5星更猛的。很多都是高风险、高限制、高收益的效果。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，文案的描述很有趣，讨龙英杰谈5名英雄踏上屠龙征途的虚构故事，文笔很差，结构散乱，失败的教训是这本书拥有的最伟大的力量。唯一一个能大幅提高队友攻击力的法器，虽然有20秒 CD， 黎明神剑，掌握它的人会获得自我感觉良好的力量加持。高额爆伤加高额暴击率加成，比大多数4星单手剑都要强。
虽然有生命值百分比限制。黑鹰枪解决了白银容易弄脏问题的绝世好枪，笑死！唯一一把增加生命值的枪是血牛中离的不二首选，还没什么副作用，打史莱姆更是一绝。还有最近的夜兰，弹弓、反曲弓都比不少4星武器更强。弹弓在无数改进和实验中，发明出究极弹弓的人发现自己做了一把弓，这都是些什么东西？而且3星武器精炼起来也比较容易，所以我建议3星武器每种都可以精武一把，效果好的可以多精炼几把，比如讨龙，然后锁起来放着，指不定哪天我们就用到了。第3点是资源方面的问题，根据我个人的经验，萌新早期应该是非常缺资源的，像是经验书、矿石、摩拉这些，其中矿石比较好解决，可以自己手动挖矿，也可以每日派遣。经验书和摩拉可以刷地脉，但怎么说呢？地脉的奖励是根据世界等级来给的，所以过早的刷地脉多少还是会有点亏的感觉，但是也不得不刷。我的建议是可以等一波活动，每隔一段时间我记得都是会出刷经验书的活动的。我自己本来也是非常缺经验书的，但就是那个活动名字我也不记得了，奖励比地脉多那么一丢丢，就多了1-2本经验书。活动期间我每点体力就全都拿去刷经验书，直到现在我再也没有缺过经验书了。不过也不知道会不会再出了吧。第一次是1点几版本的一个熔炉活动，联机打的，我错过了。第2次我记得是打纯水，我掌握住了机会。现在距上次活动也隔了蛮久了吧，估计也快了，但是也说不准，因为现在有地脉遗勇这种双倍收益的活动了，只不过有次数限制，但还是一样得把握住机会。原神对资源的限制还是非常大的，获取资源可以说也是游戏内容的一部分，比如说开宝箱，所以还是非常关键的。第4点是关于看不看攻略吧。其实我个人是不太建议萌新过早的接触部分攻略的，因为经常会遇到刚入坑的玩家，手上也没几个角色，然后私信问我配对的，一看就是各种攻略看了不少的，然后自己也想组个队杀一杀。但说实话，配对的基础是角色足够丰富，而早期我们是很难做到这点的，更别说不懂元素反应，不懂角色的技能效果，就算配好了也是白搭。我个人还是建议游戏初期把重心放在大世界上，伤害还不是现在考虑的问题，刮刮乐刮一刮其实也很快乐。等到你等级升上去了，角色丰富了，准备开始打深渊了，那么就是时候看一些基础的攻略内容了，像是元素反应、角色攻略这些。深渊1到8层的奖励是一次性的，不会跑的，所以不用过于担心。9到12层呢，对于萌新来说又太难，所以基本不用考虑。其实玩游戏就是一个认识并理解的过程，即使是氪老急于求成也没有用，还是得乖乖升世界等级，养成游戏，慢慢来就好，心态很重要。然后是关于游戏体验部分的收集类攻略，说实话关于这点最近我自己的感触还是比较大的。我们是玩游戏而不是在完成工作，地图逛到哪里看到哪里有宝箱和神童，我们去拿一拿，我觉得这是属于自己的游戏体验。还有像是大世界的解谜，其实都是一些很基础的谜题，自己先想一想试一试，实在过不了再找攻略，我觉得这样才是比较正常的游戏流程吧。当然也不排除原神真的是年轻人的第一款游戏，但我觉得解密是真的不难的，从蒙德到璃月再到到期，其实已经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了。从零开始就看宝箱收集攻略，我觉得真的会失去很多的游戏体验，而且感觉会很累。其实只要是我们能看得到的宝箱，有红圈围绕着的宝箱，这些是有原始奖励的，其他大部分都是最普通的那种宝箱，是没有什么原始奖励的。什么时候普通宝箱会有原始奖励？像是在一些遗迹周围，例如清虚浦以及一些单独开的星图，这些普通宝箱是会有2原始的奖励的。说实话，现在的星图宝箱已经没有蒙德和璃月藏的那么阴间了，逛个一圈基本都能100%。当然我也不是反对看攻略找宝箱解密这种玩法，每个人玩游戏的方式都不一样，只是我个人是比较重视游戏体验的，自己做出来的和别人做出来的总归感觉是不一样的，偶尔不妨尝试自己玩，可能会有全新的体验也说不定。几原始的奖励真的没有那么重要的，但好像又确实挺重要的。总之以上只是我的一家之言，并不绝对，听不听还是自己的事，游戏是自己玩的，也不是我教你玩的。至于圣遗物方面的内容我为什么没讲，是因为往期的视频我已经出过了，也讲了很多次了，所以就不再炒冷饭啰嗦了。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关于之后的视频内容，我已经有了3个选题了，都是角色攻略，所以应该不会像5、6月一样更新缓慢，而且水了。
除非我真的刷不到圣遗物。那么我是思凡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